Hello，大家好，每天读经5分钟。今天我们再来一起读一小段《六祖坛经》，延续上一期的进度哈。前面2期我们有读到五祖弘忍呢，告诉慧能说，接下来将会有很多人要来抢你的衣钵哈，所以说五祖弘忍指点六祖慧能呢，速速往南方去逃跑哈。尽量的往南方去走得越远越好。接着呢，果然呢，当五祖弘忍回到黄梅县东禅寺之后，好几天都没有出来给大家上课。后来大家一问之下呢，五祖弘忍告诉大家说呢，衣钵信物和心法传承都已经传给六祖慧能了现在他已经到南方去了。结果果然呢，好几百个人就出动要来抢衣钵了，大家都不上课也不修行了，都来抢衣钵。其中呢，有一个慧明将军呢，在众人当中呢，他第一个追上了慧能但是呢，慧能把衣钵信物呢丢在石头上，然后呢，他就对上天，他就自己说了，他说这个衣钵是信物是祖师的传承的信物，难道是用蛮力可以抢夺的吗？这种东西是靠蛮力能够得到的吗？其实我觉得这也有一点点双关语就是说我们在社会上每个人呢承担什么职位，承担什么使命，这个无形当中呢，它就是有一定的根据一定的缘由，一定的因缘，也有一定相应的能力，他才能够去承担一个职位不是像一般我们争权夺利一样呢，靠这个聪明靠这个武力能够去抢来的不是你的话，硬抢的话还是抢不了的我觉得这里也有一点双关语的用意。那接下来这慧明将军果然呢，这个衣钵他就拿不动了，拿不动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就有点被震撼到了，所以说他告诉六祖慧能说，行者行者，我是为了法而来，不是为了抢衣钵他不是为了要抢衣钵而来的，他是希望能够得到六祖慧能的指点这样子。那他表态之后，六祖慧能就出来了。他说呢，既然你是为了法而来，那也算是有缘。好，那接下来呢，六祖慧能就有一段话，还有一段内容呢，就是六祖慧能在引导这个慧明将军，他要让他悟本性了。那这个地方的话呢，也是很经典，因为我们稍微聊一下这个部分你看呢，慧明将军他过去的背景是一个武将，而且他说性行粗糙，这表示说呢，他不是一个文武双全的武将，他是主要是一个武力的武将他并不是说文化层面呢有很高的水平换句话说呢，某种程度来讲，慧明将军跟六祖慧能一样是没什么文化的这种人。那六祖慧能呢，虽然没什么文化，用我们现代的表述就是呢，他的文凭不高，没有什么高等教育的基础这样子。但是呢，像六祖慧能，他虽然没什么文凭，没去学校读书，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可是他本身根基好，悟性高，所以说透过《金刚经》的引导，就悟到了，发现到自己的本性智慧的存在。后来种种机缘，种种助缘，他顺利的去黄梅县东禅寺呢，得到了五祖弘忍的印证。那我们前面也有聊到其实呢，一切的佛，一切的老师，自古以来这些佛陀、圣人，还有这些老师，他们最主要任务就是帮助每个众生开发我们每个人本自具足的菩提自信和般若智慧，这都是每个人本自具足的。可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教育，还有我们大部分的培训，都是透过外在的知识
透过这些填鸭式的逻辑思维的训练、IQ 智力的训练，还有技巧外面的这些种种技术上的训练，来学习这些专业技能。但是呢，我们目前的教育体系，还有我们过往的这些教育制度和这些培训人才的制度，我们很少的去聚焦在呢我们内心潜意识层面、心性的层面、起心动念的层面，人要如何向内去关照，向内去倾听自己本质具足的一些灵感、智慧。可能只有艺术家，一些比较有天分的艺术家，他自然而然有在做这件事情。比方说艺术家、小说家，他们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几乎常常要去倾听自己内在的灵感？常常要又要锻炼自己的心性的层面，常常要去酝酿自己的这些情感啊、内在啊、这些灵感这些东西哈。就像呢，我们人都会上健身房去锻炼我们的肉体，但是呢，我们却很少去锻炼我们的心灵哈。但是呢，一些顶尖的运动选手，他们的心理素质都很好，或者是说一些企业家哈，比较成功的人士，包括一些竞技的比赛的选手，他们的心理素质都要非常好。这是题外话。简单来说，就是说，我们目前的教育制度呢，并没有那么重视说从小到大要如何去培养和开发我们内在的心性当中的一些宝藏一些潜能我们大部分着重于在学习这些文字啊，学习这些语言啊，学习数学啊，学习物理、化学、科学的这些知识。还有学习一些专业技能，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学到的是记录在你的记忆里、你的知识里、第六意识心里面。可是呢，我们所学的一切东西，还有我们所教的一切东西，很少教你说要如何从潜意识的层面去去无存精。就比方说，我们每个人原生家庭，甚至出生下来有哪一些脾气、哪些习性，然后呢，都是有好有坏，然后很少去教你说，怎么把自己内在的心灵的层面比较好的优点开发出来，然后如何呢，帮每个人呢性格当中的一些盲点呢，或是说像我们佛家说的贪嗔痴爱等等的这些，对我们会造成局限性、限制性的一些心性上的一种特质，很少教我们说，如何去跟自己相处，如何去开发自己，如何去认识自己。如何去从内心的深层呢，透过种种像锻炼一样获得自在。我们健身是不是身体体态改变了，面貌改变了，然后我们会觉得说，哇，外表很漂亮，然后身体很健康，那我们就身体层面很自在。可是身体层面很自在，但很多人心灵的层面还是乌烟瘴气的，可能工作繁忙、家庭的问题、人际的关系，还是说追求名利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阻力，就是内心当中不快乐，或者说找不到自己的使命感等等等等那我们要如何帮助我们心灵的层面也能够像健身一样获得自在？这个部分的功课，我们的教育体系和我们的整个学习的成长过程很少去琢磨在这一块。可是呢，像佛经啊、儒释道啊，还是包含像六祖坛经这些经典里面，他们所说的内容反而是说法不离自心，反而是不离自己的心性的所以这个跟一般世间法和知识啊这些技能的学习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道德经》说的嘛，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学习知识技能跟修行心性上面提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这样，那我们稍微拉回来就是说，慧明将军和六祖慧能本身呢，他们的外在这些学习知识技能的学习是很少的。可是接下来呢，六祖慧能就是
六祖慧能继承的是达摩祖师传到五祖弘忍的这种顿教的法门，而顿教法门的宗旨就是要开发每个人的菩提自信。但是呢，要开发每个人的菩提自信，并不是用一套固定的方法，比方说打坐啊、静坐啊、参禅，不是的。后面六祖坛经后面也会有提到这个达摩祖师传下来，一直传到五祖弘忍，然后五祖弘忍再传承给六祖慧能的教法里面，它并不是着重于某一种特定的修炼方法，但是呢，它共通的宗旨就是要开发每个人的菩提自信。所以接下来六祖慧能就会，他先让慧明将军屏息诸缘，就是说你的心中。当然，眼耳鼻舌身意这些讯息是不用说了，但我们的心，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些单一的讯息，当然就是要先静下来。但是呢，最重要是我们的心中的种种诸缘，你种种的念头啊，你所关心的事情呢，都暂时要先放下。然后他要先让他静下来。他说呢，你先静下来一段时间之后呢，我来为你说法。接着呢，他就会引导他。引导慧能将军发现他自己的本性智慧，而这个慧明将军也很神奇，他也发现了，他也悟了。那而且他说呢，慧明将军说，他虽然在黄梅县东禅寺修行那么久，却从来没有发现自己的本来面目。今天透过六祖慧能的一段引导，竟然就能够悟本性，所以说他也觉得不可思议。这样子。那刚刚我们有提到嘛，我是先跳到后面后面呢，当六祖慧能从猎人队中离开猎人队，准备要开始弘法的时候呢，他遇到印宗法师，他有说过一段话，就是说，因为印宗法师问他说，五祖弘忍传承下来的教法到底是什么，是怎么样子的教法然后六祖慧能就是说，唯一就是要引导大家悟本性而已。至于方法上，并没有一定说禅定啊、解脱啊什么什么方法，没有的，因为一切的方法都是方便法门，但是呢，宗旨都是要悟本性的，这样子。这边是先跳过来讲好，所以说，接下来的话，我们针对这个，下一次的话，我们再针对六祖慧能是如何引导慧明将军的开悟的这个部分，我们再多聊。那么今天就先读到这边了，那我们就明天见喽，拜拜。